外国有个贼拉危险的职业啊，叫做牧师，也有人称它为驱魔师。据统计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都不会得到善终，而且死亡率极高，每年至少得死个100个啊。这个职业啊，咱们国家也有啊，用咱们的叫法呢，它就是神婆。同样都是除魔卫道，但人家的祖师爷可是耶稣啊，用的法器也是大有来头，那必须是开了光的十字架。据说牧师的法力高低就完全取决于牧师有多相信神明，越是相信他呢，法力就会越强。反之啊，就很容易在驱魔的时候命丧当场。你别看跟闹着玩似的啊，可这是真事儿啊！事到如今，依然还是有很多的牧师是真实存在的。而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一名牧师，但身经百战、法力高强的他，今天也遇到硬茬了。只见牧师大明白先生对着药水画了个十字，然后嘴里念着嘎嘎一个。嘎嘎一嘎死，很快药瓶里的药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，然后顺着注射器缓缓流进女孩体内，仅仅是一瞬间，药的效果就出来了。女孩诡异的扭动着身体，身上的所有关节也在反人类的扭曲，最后胸口处竟然还莫名的渗出了血。这一幕看得大明白是脸色铁青啊！好嘛，在我面前也敢这么嚣张，想必你一定是有两下子。随后大明白就出去问女孩的父母，这孩子好端端的怎么会被鬼附身了呢？解除封建的母亲啊，还有点难以启齿。等回到家后，大明白看他还是不肯说，就告诉母亲，你如果不说，那你女儿我救不了了。母亲一听，这才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就在半个月前的万圣节，女儿怂妹大晚上的和3名同学进入了一栋凶宅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作死的玩起了招魂游戏。要命的是，他们招的这个鬼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，专挑长头发的女孩下手。很快，4个人手牵手闭上眼睛，嘴里开始念招魂咒语。而咒语刚念了一会儿，女儿怂妹感到害怕，偷偷睁开了眼睛。殊不知，此时她的身后正站着一只吊吊死死的盯着她。紧接着，吊吊消失，四周开始传来诡异的口哨声。再看一头长发的怂妹，刚才还靓丽无比，现在却变得阴森诡异，乱发遮面。此时同学们还不知道，怂妹已经被鬼附身了。一个胆子大的同学上前查看情况，不料刚触摸到怂妹的头发，唰的一下，怂妹竟然凭空消失了。众人被这一幕吓得是撒腿就跑啊！但此时的怂妹又堵住了他们的出口，众人直接吓得腿软。突然，怂妹冲了过来，但紧接着就晕了过去。虽然同学们感觉怂妹很诡异，但还是把她送回了家，还对怂妹父母谎称怂妹只是喝多了。封建保守的母亲一听，女孩子怎么可以喝酒呢？于是直接气得天灵盖都要炸了，不仅拿凉水冲击着怂妹，而且嘴里还不断的念叨着：“给我忏悔，给我忏悔呀你！好好的忏悔！”甚至最后还把怂妹的头发剪了。在母亲看来，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神明的原谅。好在怂妹并无大碍，清醒之后，她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事儿，也感觉到了诡异。正在纳闷时，突然窗外一个吊影闪过，好嘛，本来就睡不着的怂妹这下更清醒了。紧接着门外竟然又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口哨声，慢慢的口哨声就在整个房间内响起。怂妹惊恐的望向四周，并没有发现什么。难道是……怂妹战战兢兢的往床下望去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啊！殊不知此时的吊吊就站在怂妹的身后呢。怂妹吓得嗷的一声，直接钻进了被窝里，因为她知道被子是个结界啊，吊吊不能吓唬躲在被子里头的人类。殊不知吊吊并没有打算放过怂妹。果然到了第二天，吊吊大白天的就来找怂妹了。就在怂妹上课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手臂一阵疼痛，撸起袖子一看，手臂上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刻下一串大字：“今天晚上等着我。”紧接着另一只胳膊也开始疼起来了，掀开一看，点赞关注看下集。此时的怂妹才意识到自己撞鬼了。这个女孩偷偷来到男厕所，放眼望去，一个男生正在嘘嘘。与此同时，男生也感到背后凉飕飕的，但回头看去什么都没有啊。难道是自己想多了？殊不知，当他再回头时，一个短发女孩赫然站在他的身后，正在死死地盯着他。而男生不仅没有停下手里的活，反而还出言不逊，羞辱女孩。殊不知，男生即将会因为说出的话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女孩的眼睛开始向上翻，最后全部变成了白色，瞬间冲上去，一把抓住男生，然后将双手伸进他的嘴里，用力地向两边撕扯。没过多久，地上就流了一大片血。2分钟之后，女孩从男厕里淡定的走出来，看到这一幕的同学们简直吓呆了。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啊，此时这个女孩的体内还藏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吊吊呢。同时，怂妹的体力像是被突然抽干了一样，一下子昏倒在地。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了。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病人啊，只好先给怂妹拍个片子。不料，就当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，医生看着显示器，暗叫一声不好。与此同时，只见怂妹的肚子上竟然渐渐出现了许多十字架的印记，疼的怂妹那是嗷嗷直叫。不仅如此，就连脚都因为疼痛在用力的蜷曲。医生见状赶紧关掉机器，随后告诉怂妹的父母，这孩子满肚子都是十字架啊，可能是误食导致的，必须要赶紧做手术。父母听完难以置信啊，他们想不通怂妹为什么会闲着没事吃十字架呢？那玩意儿又不是士力架，对不对？但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。显然啊，此时怂妹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怂妹体内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作怪，甚至他们还单纯的以为这些十字架都是怂妹误食的。很快，怂妹就做完了手术，母亲也是心疼的，看着眼前的
怂妹。然而怂妹却告诉母亲自己被调调附身了。见女儿说的这么真诚，封建的母亲这才相信这世界上不仅有神而且还有鬼呢。于是母亲就找来了当地有名的牧师大明白。大明白看了看女孩，就开始了驱魔仪式。但让大明白没想到的是，这次自己碰上了硬茬，不仅正常的驱魔咒对这只调调不起作用，反而这只调调竟然还敢当着自己的面疯狂的折磨宿主。好嘛，估计这只调调没2把刷子也不敢这么猖狂啊。同时大明白也意识到了调调的强大，随后就告诉怂妹的父母尽快给怂妹办出院手续，因为自己在这里施展不开，只能回家开坛斗法。父母听完立刻就去办，他们先是将家里所有尖锐的东西全部用棉被挡起来，然后再把窗户关死。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在大明白驱魔的时候，调调会控制怂妹的身体自残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父母就把怂妹接回了家。与此同时，大明白也准备好了驱魔法器，一场驱魔师和调调之间的较量即将开始。这是西班牙的毒液，比美版的毒液更刺激呀！因为这个宿主体内藏着的可是一只恶魔呀！就算是面对法力强大的牧师，他也是不屑一顾。但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！牧师也很自信，他很快就制定出了对付调调的策略。他打算分13次收服调调并装起来，这个方法的俗称装13。与此同时，牧师是说干就干，直接拿出祖传法器，对着女孩隔空画了一个十字。起初女孩只是发抖啊，但随着牧师不断念着驱魔神咒，哥哥一个死，哥哥一个死，女孩的身体也开始不断扭曲，然后猛地起身，一阵嘶吼震碎了屋内所有的电灯泡，房间瞬间一片漆黑。看来这调调脾气也很暴躁啊！不料当怂爸点上打火机之后啊，竟然发现床上的女儿不见了。他们拿着电灯开始在房间里寻找，很快怂爸就找到了蹲在柜子上的女儿。就当女儿想再次逃跑时，被及时赶来的牧师堵住了去路。为了防止她再次乱跑，就只好将她绑了起来。随后牧师又给女孩喝下了一杯驱调药水，然后再次念起了驱魔咒。女孩开始不断的惨叫，看着如此痛苦的女儿，怂爸实在是不忍心，当即就阻止了牧师继续施法。就这样，第一次驱魔结束了。然而每结束一次驱鬼，牧师都要点一根蜡烛，用来困住刚刚收服的调调碎片。就这样，第2次、第4次、第6次，把怂爸的防风打火机都快点没气了。终于到了第12次，但这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，一人一调都在极限拉扯，整个房间都跟着震动起来，而调调也开始发出了痛苦的哀嚎。不料此时的调调竟然挣脱束缚，冲上去就掐住了牧师的脖子。众人见状，赶忙合力拉开调调。牧师再次拿起法器，加快了念咒语的速度。殊不知此时的恶魔竟然被换成了怂妹的声音，祈求最疼爱自己的怂爸救救自己啊！怂爸看着如此痛苦的女儿也是心疼坏了。然而牧师却告诉怂爸，这是调调的阴谋啊，千万不能相信呐！眼看奸计没有得逞，调调再次暴露出调性。而随着这次仪式即将结束，调调也渐渐的消停，怂妹也昏睡了过去。此时的怂爸心如刀绞啊，气得他就和牧师吵了起来，因为他觉得牧师就是一个神棍，女儿饱受他的折磨却始终不见好转。但牧师却说，房间里只要有一个不相信他的人，那这个调调就不会被驱走。怂爸无奈只好离开了。为了一解千愁，怂爸开车去超市买了瓶酒，不料碰巧碰到了怂妹的老师。老师告诉怂爸，怂妹在说自己被调调附身之前吸食过毒品。为了怂妹不再遭受牧师的折磨，怂爸选择了相信老师。与此同时，牧师也开始了最后一次驱魔。然而让牧师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他即将成功驱走调调时，怂爸带着警察赶来了。很快警察就将牧师控制了起来。然而迷信的母亲却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与此同时，怂妹也从昏迷中醒来，神志不清的她竟然为了不再被调调折磨，从窗户中跳了下去，当场就命丧黄泉啊！故事到此结束。那么你觉得这个怂妹是真的被调调附身了呢，还是怂妹遇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吸食毒品所产生的幻想呢？Goodbye everyone。